国师，您得尽快拿出一个决断。属下听说，青鸟一族的荣英长老和白鸟一族的烈阳将军，私下都在走动。凤凰一族的血脉已断，如今各部族人心攒动。国师，若你此刻不抓住机会，只怕会给别人做嫁衣。凤凰一族的血脉。国师，休息了吗？你有事吗？我有遗物要交给你。锦绣国师，这可是真的？天君，国主之位如此重要，锦绣岂敢妄语？锦绣国师，请起。谢天君。锦绣国师，山灵族新任国主的人选。是灵犀公主。正是。国师可是认真的？当然。我初来乍到，怎担得起这国主之位？有我在，你自然担得起。为什么？你是国主的亲生女儿，是凤凰一族的血脉，又是上神之身，你是最好的人选。我是想知道，为什么不是你？我玄鸟一族世代辅佐山灵国主，不得有二心，这是祖训。我承诺过你的母亲，此生都将守护你，绝不食言。有些事，林墨躲得掉，灵犀却躲不掉。也许这就是责任吧。锦绣告退。国师，真的要让灵犀公主登上国主之位吗？那个王位本来就属于她的。锦绣国师，本尊要去一趟山林界，你随本尊来。是。神尊，灵犀来了，就在浮云殿。他当国主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一个被天族赶出来的小仙，也配当我山林族的国主？公主息怒，奴婢也是听旁人说的，也许是误传呢。误传？这事儿能有假吗？锦绣哥哥是疯了吗？我与他数万年的情谊，我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为了他，甚至连母亲的死……公主是气疯了吗？就算再气再恨，怎可口不择言、胡言乱语？再说，就算是真的，只要还没登基，
他就算不上是国主。锦绣国师与公主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彼此知根知底，是何等情谊！只要公主出面反对，还怕锦绣国师不允你吗？反对？他怕是都快忘了有我这个人了吧？不过不怕，我会提醒他的。至于那个贱人，林夕，你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日子不？怎么，想我了？哎呀，这不是想不想的事儿，主要就是那个玉离那家伙，他现在整日的往我们福云殿跑，天天在神尊面前晃悠。我那是担心你，你说你好不容易的死了2次才把神尊搞到手，这可不能让旁人钻了空子。跟你说话呢，要我说啊，咱就直接给他来个生米煮成熟饭，哎，嫁进我们福云殿，到时候任他玉离千百手段，也奈何不了你。嗯，想想就开心。这么好笑？哦，神尊，神尊，林夕，随本尊来一下。开阳，送13去灶王殿，这么喜欢煮饭，让他煮个够。13仙子，有请。我不，司命，去吧。你煮的饭好吃啊。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来者是客，你不让人给我上杯茶也就罢了，怎么？你还想动手打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也是上神，若真动起手来，我可未必会输给你的。上神也分3、6、9等，就你那微末伎俩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不是怀疑锦绣国师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吗？如今他自愿将国主之位交予我，那岂不是证明了他的清白？既然我别无选择，那就只能顺水推舟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山灵族屡遭变故，人心躁动，我登上这国主之位，既可慢慢查明母亲的死因，也能消弭一场浩劫。不过这件事却另有一桩麻烦。山灵国主是不可与外族通婚的。什么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我父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没能在一起的。胡闹！你想查灵月国主的死因也好，你想稳定山灵族的政局也罢，并不是只有这种办法。此事你无需忧心，交给我来办便是。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替我做，那是我的母亲，对我有生育之恩，我身为人子，理当尽孝。尽孝不代表赔上自己的一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无需再说了。都到了今日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天龟不行，魔君不行，你母亲也不行。我现在就去找天君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一直都喜欢你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才有今日，我怎么会离开你啊？我不会在国主之位上待很久的。待我查明真相，找到可以信赖之人，便将国主之位交出去。当真？你愿意等我吗？不愿意。所以，我不会等你很久。你若迟迟找不出真凶，也找不到值得托付的人，我便带兵攻下你们山灵界。
废了这条狗屁规矩。你还笑？忍一下，涂上药就好了。你看不见，我听不见，咱们就谁也别嫌弃谁了啊！哎，阿莫。我不许你死，这是我的命主，我把它给你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同生，9天10地，6冥2界，1万神魔，只要我不允许，就没有人能伤你。阿莫，锦绣哥哥，宝清来了，有事吗？你要让灵犀当国主，你就不怕她知道真相，为母亲报仇吗？宝清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难道你真的想当国主？谁想当这个国主？那你要什么？我可以不当，但也绝对不可以是他。为什么不可以是他？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不许你爱别人。宝清啊，国主之事已经公开晓谕6界，上报天宫，无法更改。你就那么爱他吗？恨不得把能杀死自己的刀都递到他的手里。他不爱你，他爱的是战神。就算你把自己的命送到他的手里，他都不会看你一眼。爱你的人只有我。只有我，你知不知道？宝清，我知道，但我和你只是兄妹之情，并无其他。兄妹。是你杀了母亲，我这个捡来的孩子可以不和你计较，但是那个善良孝顺的上神呢？他未必有我这么大方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瞒得过吗？宝清，我不想辩解，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答应过你的母亲。
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。锦绣哥哥，你这是在玩火，早晚有一天会烧到自身的。宝清不会看着你自误的。宝清，你关心我，我知道。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答应你，护着你。唯有一样，你不可以伤害灵犀。他是凤凰族的血脉，只有他才适合做我们的国主。况且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他继任国主的。你若不肯，我便亲自动手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若知道真相，还会不会任你摆布？宝清，宝清！开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软禁公主！快点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开门呐，你们！快开门！开门呐！拜见国主。臣等拜见国主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你怎么了？公主你醒醒啊！快！公主你怎么了？公主，公主你怎么了？公主，怎么了？闭嘴！废物！公主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国师，国师，宝清公主杀了侍卫，不知去向。
国师，公主呢？我不知道。说。我。今日登基大典，怎么没有看到神尊啊？他不喜欢我做这个国主，许是还生我的气呢吧？人虽没到，可这礼物可没少送啊！看样二人送的四海奇珍都快堆满整个天锡宫了。国主，宝清公主求见。进来吧。你找我什么事？自是来恭贺姐姐登上国主之位的。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国主：母亲死去的真相。还请国主屏退左右。师姐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，你自己当心。说吧。以后你便要住在这里了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母亲丢了孩子，我失了父母，我便真的将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。她好像也真的待我特别好。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整夜啼哭，她便将我抱到这里与她同住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这里的一桌一椅，我都熟悉得很。我们相伴了数万年，我原以为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。本君没空听你说这些。你说你知道母亲被杀的真相是什么？谁干的？被杀？这么说，你知道母亲不是重伤而亡？那我这便告诉你，你听好了。我对你说过，不可以伤害灵犀。她是我们的国主。师姐，快救她！师姐，你是说宝清公主杀害了我母亲？是。我母亲对她有养育之恩，就算她再任性跋扈，怎会手刃养母？公主本来是很孝顺的，可是国主你来了以后，公主便常说老国主找到了亲生女儿，哪里还会把她放在心上？等老国主醒了，这天锡宫便更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本来老国主只有她一个女儿，等老国主先去之后，这山灵族新任国主的位置必定是她的。可是你回来了，这一切都成了空，所以公主才铤而走险，杀了老国主。
他不过是区区一名地仙，就算母亲再重伤虚弱，就凭他，也伤不了我母亲分毫。道理是这样，可是老国主向来疼爱公主，对公主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。那日，公主支开了国师，便对老国主说，自己被重号所伤，内伤极重，骗老国主取出命珠为她疗伤。公主趁机毁掉命珠，这才使老国主丧尽真元，神魂溃散而死。那日你走后，宝清是来过，想要和母亲单独说说话。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你们姐妹向来不和睦，我怕告诉你，你因为偏见对她有怀疑。宝清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以为她只是有些任性罢了，没想到，她是对我说过，不允许你做国主，但我以为她只是说说，没想到她真的对你下了毒手。是我不好，险些加害于你。宝清公主伤势过重，已经先去了。你要让灵犀当国主，你就不怕她知道真相，为母亲报仇吗？进来吧。弟子花烟，拜见师父。起来说话。是。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回禀师父，有22314年了。那么久了，我也算不上是你的师父，只不过是凡间偶遇，指点一番罢了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师。师父救弟子脱苦海，传授点化之恩，弟子永不敢忘。永不敢忘？是。那你今夜来此是为何事？弟子有一事不明。师父，那日在大殿之上，弟子听宝清公主说，不怕灵犀知道真相来找你报仇吗？然后呢？弟子想知道真相是什么。像灵犀那样善良的人，与师父你情谊深厚，那有什么事是他绝对不会原谅你的？是宝清公主能拿来当威胁你的筹码的？会不会？也或许是弟子听错了。你没听错。什么？我说你没听错。所以，杀害灵月国主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
不会的，师父，您不是那样的人，您心胸宽阔，慈悲宽容，弟子是了解您的。当年弟子在宫中深受欺负，朝不保夕，心起了杀念，险些酿成大错，是您将弟子救出来了，引我修习，教我明理。师父当年对弟子的教诲，弟子一直铭记于心。可是这些事都是师父所为，那您当年为何救我？又怎会？华烟，说和做终究是两码事。有一句话你知道吗？叫“日行一善”，明白吗？还有事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就退下吧。国师，要不要属下跟上去，除掉他？华烟，他本不该卷进来。是师父叫你来的。国师不愿亲自动手，到底是师徒一场，总要留几分情面。锦绣亲手杀了宝清公主，宝清公主的侍婢又告发了他，说是他杀了林月。是，山林族来人是这么说的。不对劲。神尊，山林族一番动荡，灵犀刚刚登基便遇到这种事，恐怕会遭劫难。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先不着急，你去查清楚那名侍婢人现在在哪里。是。花烟不见了。是，她昨日就没回住处，小仙今日找了一整日也没见她。宝清公主的侍婢阿羽去哪儿了？她也是老国主之死的祸首之一，已经被剔去仙骨，流放穷荒之地了。
国主要去哪里？本君随便走走。既然无事，就先别出去了。我还有事同你商议。快走！快！快点！走！国师说了，会留我一条性命。国师答应我的，别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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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国主，还没有华烟的消息吗？小仙派人把天熙宫都找遍了，也没见他。他这些日子一直心神不宁，也不知出了什么事。林夕，回迟还没回来。是，国师，是不是出什么岔子了？要不要属下过去看看？国主召见，先去见国主。是。国主唤我来，不知何事。自是有要事与国师商议。国主请讲。不忙。说之前，本君想让你见一个人。把人带上来。国主，锦绣国师，没想到小仙还活着吧？公主一心爱慕你，你竟然亲手杀了他，还将弑母的罪名推到他头上去，真是人面兽心。国主，此等罪人的话，可信吗？他的话不可信，那本尊的呢？锦绣国师，多日不见，你的手法略发粗糙了。九臣战神，多日不见，你说的话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了。听不懂？那本尊便说些你听得懂的话。本尊近来久静思动，去了他荒芜之地，刚好遇见国师的得力助手黑痴正在追杀此女，便顺手救了下来。敢问国师，一个已经去了仙谷的人，为何要对他赶尽杀绝？竟有此事？本座为何不知情？也许是他们二人之间有什么恩怨呢？黑痴现在何处？这么说，你不知道黑痴在追杀此女？当然。那此女所说你是杀害灵月国主的凶手，想必是污蔑了。战神英明，想必也已查清楚了。小仙没有。国主，小仙偷看到国师与赤壁大人在谈话。他们说，只要老国主醒来，定不会放过他们。若想自保，唯有先下手为强。小仙本想立刻告知石婆婆，可是公主不许，随后老国主就死了。你所说的话，可有人可以证明？小仙，宝清公主与石婆婆都已经死了，没人能替你作证。小仙没有说谎。本尊有一搜神之术，可以证明你所言的真伪，但是你必须吃点苦头，稍不留神，
可能会有神魂受损的危险，你可愿一试？小仙愿意。锦绣果实，你以为呢？你不信我，是不是？你已然信他，为何还来问我？是不是你杀了国主？杀了我母亲！